2025年11月5日的三亚军港让人无比自豪，澄澈的阳光把南海海面照得像镶了金边，8万多吨的福建舰踏海而立，鲜红的舰名配着18舷号，在阳光下亮得耀眼。没错，在领导人的见证下，在山东舰陪伴下，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的入列仪式终于来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真没想到，小编这才发疑似准备入列的影片没多久，官方就紧随其后正式官宣了福建舰入列的消息。11月5日下午16时30分，一声嘹亮口令划破军港的宁静。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正式拉开序幕，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缓缓响起，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唱，歌声穿过海风，越过波涛，在海天之间久久回荡。那是对祖国最深沉的告白，也是对100年海军梦的深情呼应。5星红旗在礼兵的护送下缓缓升起，鲜红的色彩照映着湛蓝的海面，与洁白的舰身相映成景，简单却神圣的让人热泪盈眶。2名仪仗礼兵肩扛81军旗，迈着铿锵的正步走向主席台，每一步都踩在人心上，踏响了强军征程的坚定节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缓步走到台前，目光掠过整齐的队列，落在身旁的巨舰上，神情庄重而坚毅。福建舰舰长、政治委员昂首上前，向主席庄严敬礼。当主席亲手将81军旗交到他们手中，那一瞬间仿佛完成了跨越时空的使命传承。这面旗帜上承载着几代海军人的守望，从旧中国的海防屈辱到新时代的航母启程，每一寸红色都凝结着执着的期盼。接过军旗，2位主官再次敬礼，主席与他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为这场意义非凡的仪式画上圆满句号。仪式结束后，主席踏上福建舰宽阔的飞行甲板，脚步坚实而有力，歼35隐身战斗机、歼15T 重型舰载机、空警600预警机依次停放，机翼舒展，静静诉说着中国航母的硬实力。他认真听着航母建设发展的工作汇报，不时停下脚步，细细询问体系作战能力生成、电子弹射系统运用等关键问题。每一个提问都饱含着对国防建设的牵挂，也让在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官兵们感受到莫大的肯定。在舰载机群旁，主席与飞行员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各型战机的技战术性能，耐心询问电磁弹射系统的特点优势。当看到弹射放飞流程演示时，他频频点头。这份认可让所有为电磁弹射技术奋斗过的人倍感温暖。身着红、黄、绿等不同颜色马甲的航空保障人员围了过来，争相报告自己的岗位职责。主席微笑着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和打仗本领，为福建舰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简单的话语却为大家注入了无穷的动力。随后，主席前往舰岛，登上塔台查看飞行指挥和起降运行情况。在驾驶室里，他俯身查看执勤站位的设备运行状态，在航舶日志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一笔一画刻下的是国家对海军建设的深切期许，更是对守护海疆的坚定承诺。作为福建舰电磁弹射技术的亲自决策者，他专程来到弹射综合控制站，仔细观摩工作流程。当按下弹射按钮的瞬间，甲板上空载的动子如离弦之箭般弹向舰首。这短短的一瞬，凝聚了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彰显了中国自主技术的过硬实力。心系官兵的主席还走进餐厅和士兵舱，仔细查看菜品搭配和住宿设施，坐在士兵们中间促膝交谈。大家在舰上生活的怎么样？训练累不累？温暖的问候像家人的叮嘱，让官兵们心里暖暖的。他反复叮嘱随行的各级负责人要搞好各方面保障，让广大官兵能更好投身部队建设和备战打仗。这份牵挂让坚守在岗位上的每一个人都倍感安息。离别之际，全舰官兵在飞行甲板和码头整齐列队，军容严整。当主席向大家挥手致意时，全场齐声高呼：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誓言声震彻军港，在南海之滨久久回荡。从2022年6月下水命名，到一次次海试的闯关夺爱，福建舰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那些在质量车上写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科研人员，那些为了兼容华跃到弹射无缝转接而日夜攻关的舰员，那些17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都在这一刻收获了最好的回报。这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电磁弹射航母，填补了中国常规动力超级航母的技术空白，更让中国海军正式迈入弹射时代。100年风雨兼程，从无到有，从华跃到弹射，中国航母的发展历程是一代代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缩影。福建舰的入列不仅是一艘巨舰的起航，更是一个民族的圆梦时刻。它将带着几代人的期盼，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在深蓝大洋上书写属于中国的辉煌篇章。早在2010年，福建舰的雏形就已经在无数科研人员的脑海中悄然酝酿。历经6年的反复推敲与打磨，2016年，它的初步设计工作尘埃落定。原定2017年6月，这艘承载着国人期望的巨舰将正式动工。彼时，中国已熟练掌握蒸汽弹射技术，陆地上的弹射系统验证机早已完成无数次测试，为航母的弹射方案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时恰逢美国唯一能制造蒸汽弹射系统的巴布克尔威尔科克斯公司因20余年无人问津陷入破产清算的绝境，北京国资委果断出手，将其中国分公司收入麾下。这家手握100万千瓦级超级锅炉制造技术的企业，自此成为100%国资控股的中国国企，保留原名的同时，也埋下了技术延续的伏笔。只是其是否能直接转化为蒸汽弹射器的生产能力，始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就在所有人静待动工号角响起时，2017年6月，福建舰的施工突然按下暂停键，一则震撼消息悄然传开。国产电磁弹射器正与蒸汽弹射器同步开展高强度测试，中国在电磁弹射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短短5个月后，海军正式宣布，舰艇直流综合电力系统研发成功，不仅能为电磁弹射提供稳定充沛的电能，更已具备上舰使用条件。2条技术路线的抉择瞬间摆在了决策层面前。选择蒸汽弹射意味着技术成熟、风险可控，却要接受与美国存在代差的现实；选择电磁弹射便能实现弯道超车，甚至跻身世界前列。但新技术的不确定性与巨大的研发风险，让每一个决策都重如千钧。没有人知道那些日夜的争论与考量中，决策者们背负了多少压力。最终要用就用最好的，成为共识。电磁弹射被坚定地写进了福建舰的未来。这个决定意味着此前的设计图纸几乎全部作废。弹射器数量从2条增至3条，舰体结构、舱室布局、动力分配，乃至上百个子系统都需要推倒重来。无数科研人员与工程师日夜奋战，在图纸与数据的海洋中攻坚克难，用汗水填补技术空白，用坚持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这场浩大的重新设计工程凝聚着中国军工的执着与坚守。功夫不负有心人，地面测试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实现3200次无故障弹射，海试阶段更是全程零失误，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了选择的正确性。更令人惊叹的是，模块化设计让这套系统体积仅500立方米，重量降至325吨，大幅释放了甲板空间。2到45吨的弹射重量跨度，更是让歼 15T、歼35等不同机型都能灵活适配，展现出全方位超越蒸汽弹射的性能优势。尽管亮点纷呈，福建舰采用常规动力的选择，还是让不少军迷留下了遗憾。从最初翘首以盼的核动力，到卫星照片中烟囱的出现，那份期待与失落的交织，成为军迷群体中难以回避的话题。常规动力确实存在局限，既要维持全船运转，又要为电磁弹射提供巨量电能，是否会影响航速？续航能力不足，无法像核动力航母那样长时间远洋部署，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短板。但核动力航母并非完美无缺，所谓环球打击的光环下，也藏着现实的悖论。航母编队中，护卫舰、驱逐舰等护航舰艇多为常规动力，仍需频繁补给燃油。
船员的生活物资、战机的航空燃油也离不开持续的后勤保障。更何况核动力航母中期大修耗时漫长，反而会影响部署效率。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我们无需像美国那样追求全球巡航，常规动力航母的续航能力搭配舰载机航程，足以支撑跨洋打击需求。3艘常规动力航母也完全能满足从海南岛到亚丁湾、夏威夷的部署需求，应对周边局势绰绰有余。20年前，中国军迷还在为航母梦辗转反侧；20年后，福建舰的入列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3航母时代。小编觉得，这份跨越岁月的蜕变，足以让国人自豪。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